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沙生。现在我們要去探尋的是一座藏於深山當中的古宅。那這一座古宅啊，據說呢，它最早的時候是修建於清代，不過現在已經廢棄了幾十年的時間。那個時候啊，是為了防止當地的這種匪患吧，這些村人合力呢在山頂上修建的。不過最有意思的說法，就是好像在太平天國的時候呢，曾經啊就有一些寶藏是藏於這個古宅當中，但是至今呢下落不明。但是有人相信啊，這些寶藏現在仍然在這個古宅裡面。那這究竟是怎樣的一個地方？裡面又隱藏着什麼秘密呢？今天我們的故事啊，就要從這裡開始。现在我们就沿着这一条盘山小路啊，再往上面走，而那個古宅呢，就在山頂上面了。據說在過去呢，這些村民啊，就靠底下的那些岩石啊，然後人背馬馱的，然後慢慢的就把它搬到山頂上面來修建。而據當地呢，還有一個奇怪的傳聞，這剛才在下面打聽到的，說是啊，白天呢修建這個石寨，怎麼都修建不好，因為到了晚上以後啊，它就會自然坍塌掉。後來呢，請了那個風水先生來看了以後呢，原來是這裡面啊有山神，所以呢還必須得修建那種就鎮妖的這種石獅吧，然後鎮住以後呢，才得以讓這個寨子啊順利的完工吧。現在我們離這個地方啊已經不遠了。哎，老人家，你要我問一下那個天寶寨啷個走啊？啊？天寶寨？啥叫天寶寨？就是那個石頭寨子。石頭洞洞嗎？哎，石頭洞洞。就是那個香蕉樹那兒那進去，那下去。哦，就是那裡哈。那香蕉樹那兒來。哦，就是那些爛房子。沒爛房子，沒房子在這底下那洞洞的房子在這半邊呢。哦，就在那一邊哈。就是那裡香蕉樹那兒了。哦。那裡有那下去的了。就從那兒下去就行了哈。哦，好嘞，好嘞，謝謝啊。它是在一個菜地之間，哇哦！我想我已經發現這個密道了，它就在我的旁邊。而你看這周圍，全部都是這種泥巴房子，而且幾乎都塌掉了。但是從它們的外觀來看的話，這應該得有很長的時間了。而這個密道啊，就在這些泥巴房子的底下。你看，在過去啊，如果沒有小道消息，又或者說如果沒有密探的話，誰知道這一個暗道啊就在這樣的地方呢？你知道嗎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，確實真的太隱蔽了，而且看下去啊，我覺得這個暗道呢還非常的深，這直達地底啊，而那個古寨呢就在地下了。走，我們去看一下。哇，這階梯啊還挺陡峭的。嘿，哇！一陣陣涼風從這個洞裡傳出來，是，很大一股風。哇，你看這上面還有蝙蝠，看到了嗎？裡面的空間啊，其實並不高。
哇哦，这里面感觉有点錯綜複雜啊，而且整個人呢都沒法站直。牆壁上面有石槽，地上還有衣服。先去這邊看一下。哎，這個裡面進來以後啊，空間就要比剛才外面寬敞了不少，因為高度可以站直了。這裡有一個像灶台一樣的東西，上面可以放那個石鍋。你看牆壁上面這裡還有石槽，知道這個有什麼作用嗎？不知道哎。你看過去啊，在這麼比較密封的地方炒菜的時候，應該有很多的油煙嘛。而這個石槽呢，就可以通過周圍的這些窗戶灌進來的風呢，就把那個煙子啊，這樣排出去了。哎，不就是現在的抽油煙機嗎？可能功能沒有現在抽油煙機這麼好，但是一定當時啊也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吧，蠻不錯的。哇，這個方形的石窗啊，看出去風景特別的漂亮，底下全部都是村莊，還有一片片的森林。哇，視野啊一覽無餘，哇，這太漂亮了。而你看這一面的石壁上面，還有兩個人，這兩個人物是不是有點像古代的那種着裝，穿着長袍？不過他們的這個面部啊，還有身上很多的區域都已經看不清楚了。但是這應該也得有100多年的歷史了哦。這有點像是一對夫妻吧，在這個地方挺恩愛的。哦，難道這是個墓室？墓室啊！你看裡面，我去看一下，這個有點像是圈養家禽之類的，應該不太像是墓室。看一下，那到這裡就結束了。如果墓室的話，它應該還會有那種木門啊、石槽之類的。因為這裡並沒有看到，哎，這裡是有，但是不太像是石槽，沒有閉合的地方，所以我覺得更像是養一些家禽之類的，就圈養在這個地方吧。這種傾斜式的。這裡面有一條縫隙。不知道這裡面還有沒有其他的什麼暗道？裡面的空間大概有20幾個平方米吧，就像是一個房間一樣。這還有一些石構件，這些石頭啊，全部都是從剛才我們看到的那些底下的山壁當中凿開以後呢，然後一塊塊這樣搬上來的。中間確實比較的窄，哇哦！那個地方，感覺好像還供奉了什麼東西，你還有香燭。你看這裡還放上了一些香燭，哇，這地上是稀泥，這裡面有一些香燭，我估計過去啊，在這裡供奉的什麼神靈吧，不過現在已經都沒了。旁邊這裡啊，還有一塊紅色的布，上面寫了很多字，先被反過來了。稍等，我處理一下，看一下是什麼字。哦。韓氏施主、黃氏施主、李氏施主、王氏施主哦，都是各種施主吧。大顯威鬥林、范氏師娘、什麼陳氏施主哦，那就過去啊，在這裡應該是沒有供奉，就是那種石像吧，應該就是用了這一塊紅布，把它供奉在這個地方。不過我也不知道，我猜的，因為看上去並不像是能放那些石龕，或者說是能放那些泥塑的地方，就用了一張紅色的布，寫上了文字。
現在都已經比較破舊了。你看這一面，這是另外的一個，應該也是缺氧家禽的地方吧，也比較矮。然後在那個地方呢，有一個石頭啊是被去掉了，這應該是可以通光吧，讓這個裡面的採光會更好一些，又或者說是可以觀察周圍是不是下來人呢？那更多的作用，我覺得應該是採光吧。上面一道道的凿痕啊，你说當年開凿這樣的一個暗道得花多長時間？肯定很久了。很久啊，這得需要幾十上百人吧。這裡呢也能看到一些石槽，不過比較細，像這樣鑽進去的，不知道是放什麼架子遮擋之類的。就2個，而那一面沒有。上面還有比較深的石槽，你看，是這樣刻下來的。你知道這有什麼作用嗎？滲水吧。滲水啊，排水。哦。排水沟一直這樣跟着走，走到這個地方，然後就從這裡呢，就排出去了。這裡還有一個更大的一個採光的地方，沒有玻璃啊，現在看上去真是有一些危險。不過當年那些人已經習慣了，就坐在這個地方聊天，放一瓶酒在這個地方，米酒吧，然後喝着酒，看着外面的風景，談談當時的世道吧，這也是挺惬意的。這不就是落地窗嗎？落地窗啊，嘿嘿。哦，這裡還有很大的石槽，這些石槽應該是可以關過來的，那有可能啊會有那種木窗之類的。這邊是另外一個區域，有點像是那種兩室一廳。看，哇，下面全是稀泥。对，这是蓄水池。以前生活用水的话，就来自这个地方吧，就可以直接取水喝了。看一下这个水有多深啊！哇，看到了吗？哇，这水非常深啊！我这个木棒啊，完全都已經放下去了。你看，但是都還沒有到底，已經到這個地方了。這個木棒得有1.1米、1.2米左右了。所以你看這個石槽，你看這水，那得有多深？哇，很厲害啊！所以在過去，這個水可以供很長時間啊，在這裡生存呢。看這裡，這裡還有一個櫃子，石櫃，你看2層的，因為在這裡可以放各種各樣的生活的一些東西吧，比較實用。哎，這裡面並不大，到這裡就到頭了。但是我感覺在這個石牆上面好像還雕刻有一些神秘的圖案，你看這個鑿的這個圖案。它並不是那種按照順序鑿的，有點像是一個什麼樣的圖案？可能風化了吧，現在就。風化了，對，像是一隻鳥，還是一個什麼？還有羽毛，圖騰啊，對，有可能。這裡面的說話聲音的回聲很重，嘿，嘿。你岩石這裡啊，有一個很小的圈圈。而在它旁邊呢，有一個更小的青蛙，現在就和周圍的顏色混在一起了，感覺像是我們沒有看到它一樣。嘿，buddy，一動不動啊！這裡面的空間並不大。那關於這個石頭寨子啊，民間一直以來呢，就有一些神秘的傳聞，而被傳得最多的呢，就說啊，這個寨子裡面現在依舊有太平天國的寶藏。
那是那個洪秀全啊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的末期的時候，當時太平軍呢節節敗退，然後有一些太平軍呢就換上老百姓的衣裳，拿着收割官府的那些金銀珠寶吧，就一路南逃，結果就逃到了這一個地方，然後被清兵呢逼得無路可去的時候呢，就逃到這個村子啊，村民發現他們比較的可憐，然後就收留了他們，就把他們藏在這一個山寨裡面。下來以後呢，這些人啊就靠在旁邊的石窗呢進行觀察，他們就發現啊，清軍離這裡呢已經越來越近了。也許是覺得命不久矣吧，所以呢，他們就只能在這個石寨子裡面呢挖了一個洞，然後把那些寶藏呢就藏在洞裡面，並且呢找了一個石板呢作為遮擋，還在石板的後面刻上了這些寶藏的清單。後來清軍啊搜到這裡的時候呢，也並沒有發現這一個秘密的入口吧。可等風聲過後呢，這些太平軍啊就像是人間蒸發了一樣，消失得無影無蹤。有人說呢，他們也許帶着那些金銀財寶啊一路南下繼續逃離了。還有人說呢，其實啊他們哪裡都沒有去，就留在這個村莊啊和村人繼續生活了。而那些財寶呢，也永久被封存在了這一個古宅裡面。人家前2年啊下大暴雨，所以有人就看到啊這个山体滑坡的時候呢，當時就衝出了鏽跡斑斑的刀壁。真的還是假的呀？這個無從考證啊，你真真假假誰知道呢？但是呢，也讓這個古宅啊有了一絲神秘的色彩吧。坐着歇息一會兒。你看，在民國時期的時候啊，當時的這個地方志呢，有個叫做《榮縣志》吧。這裡面呢，就記載了這個天福寨啊，俗稱為觀音岩，說它建於清咸豐年間，而它的寬度大概是50餘丈，長度呢60餘丈吧。還有一個洞，好像是叫襄陽洞吧。從這一些啊，都能看得出這個地方呢，在過去是比較出名的。當年的村人啊，就把糧食和物資呢，都存放在這裡，還有一些防禦的武器吧。如今呢，站在天福寨的最高處往下看啊，整個山谷呢都被這個金色的陽光籠罩着。而我們前面說到的那神秘的寶藏呢，現在可能已經完全沒有任何的答案了。但是就是這樣的一個殘垣斷壁的天福寨呢，它的每一塊石頭啊，依舊在訴說着當年的歷史吧，也讓這個古老的寨子呢變得更加的神秘，或者說是更加的迷人吧。好吧，那這裡啊也就是這樣了。那我是阿森，我是小思。現在呢，我們在這一個古老的天福寨，那我們的旅行呢又將繼續。那我們下期再見。深不見底的水，嘿，再看一下風景啊。哇哦，底下高度我估計得有100米了。好，原路返回。这里吗？可以休息吧。刚刚就說了嘛，上面2隻，頂上特別的高。其實在裡面還挺涼快的啊，風很大。再看下底下，很獨特。這樣上來就這些建築了。再看一下這片殘垣斷壁的建築啊。在過去是怎麼防範這些土匪的？就在這裡，藏糧、藏武器，還可以藏人。